113年前的4月10号，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驶离港口，却撞上了命运的冰山。泰坦尼克号，你真的了解它的故事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拽着历史说故事，我是小小。1912年的4月10号，一艘被誉为永不沉没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港起航，目的地美国纽约。这艘船承载着梦想、奢华和无数人生故事。而5天后，1912年4月15号，泰坦尼克号沉入冰冷的大西洋，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之一。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用电影《泰坦尼克号》把这段历史搬上荧幕。杰克和罗斯的爱情让我们泪流满面，船上的奢华细节也让人惊叹不已。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创作，有的情景是场景再现，有的情景是艺术创作。那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今天我们就化身历史侦探，我们逐帧呢来拆解这部经典影片，把电影情节和真实的历史放在一起对比，从另一个角度重看这场悲剧。要通过一部电影展现大家熟知的历史事件不容易，因为大家太熟悉，反而容易让电影平庸。那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当年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些情况。据说呢，为了拍这部史诗级的剧作，卡梅隆不但多次前到残骸遗址拍摄片段，而且呢，至少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研究了所有搭上这艘豪华邮轮的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性相当尊重，而且呢，有凭有据。虽然1997年版的泰坦尼克号拍摄时呢，生还者已经几乎全部离世了，那还在世的呢，都是事故中记忆比较少的那些小孩儿。不过卡梅隆请了一些历史专家，他呢分析过剧本的史实，除了10个虚构的角色之外呢，电影中还有将近30位演员按照史实诠释真实人物，甚至呢连一些角色的对话都是出自英美灾难调查听证会的证词。那不仅考据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呢原始的造船商提供了当时的设计图纸给电影制作团队，他们还原出了船体的右舷和上层甲板，而这部电影的细节呢，已经讲究到了通风管上的实际铆钉的数量，还有螺栓的实际图案，这已经是显微镜等级的考据精神了。那电影中重建的泰坦尼克号模型主楼的那个时钟，是按照它的姐妹舰奥林匹克号留下来的时钟雕刻的。而在餐厅的餐叉上，甚至还压住了白星航运公司的标志。当时呢，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是2亿美金，但是泰坦尼克号原船的建造成本呢，相当于那个时候的1.44亿美金。也就是说呢，如果不考虑通胀因素的话，拍这部电影比重建原始的泰坦尼克号的钱还多。好了，我们闲话少说，接下来我们就按照电影进度整理一下，将那些电影情节和对应的历史细节，我们进行逐一的考证。我们换一种角度来重看这部电影。首先，电影开场，泰坦尼克号停在南安普敦港，一辆车牌 FL3698 的红金配色的汽车被吊上船，码头上一片热闹，透着首航的兴奋与激动。在真实的历史中，这辆车确实存在，而且还很有来头。它是1912年产的法国雷诺 Type CB Coupe de Ville 2.6 升直列4驱双缸轿跑车，车主是头等舱乘客，叫威廉·欧内斯特·卡特。当年呢，这辆车卖5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7万美元。泰坦尼克号的装载清单上写着，它被拆成零件装在木箱里运上船，航行的时候呢还得防颠簸，所以电影里杰克和罗斯钻进去巫山云雨的戏码纯属浪漫幻想，因为现实里呢那个车还是一堆零件呢，根本没法用。后来呢，沉船遗址发现了一块疑似这辆车左前轮挡泥板的残骸，不过呢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接下来，卡尔的仆人洛夫乔伊交代服务员将车上所有的行李和保险箱送到 B525456 套房。而真实的情况是这几个套房呢，原先是要给美国银行界巨擘，即泰坦尼克号真正的船东 JP Morgan 住的。这个名字我们应该很熟悉了，他就是那个华尔街的金融大佬。
但当时这位大土豪临时取消了行程，并未上船，所以呢，这3间联通的套房呢，可能在首航时没有人占用。那电影呢，顺理成章作为虚构角色的房间。另一个说法呢是，白星航运老板布鲁斯·伊斯梅把这3间房拿去自己用了。摩根当年临时取消首航行程之举曾经引发了一波阴谋论，说他呢故意制造沉船，以解决船上3名大资本家。这几个人呢反对实行美国联邦储备制度。那么是哪3个人呢？一个是地产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4世。1912年的时候，他的个人净资产达到了8700万美元，世界首富之一。第2个，梅西百货所有者伊西多·斯特劳斯。第3个呢是矿业巨子本杰明·古根海姆。这3个人呢都在这次沉船事故中丧生了，电影中也都有体现。虽然3个人都没有证据支持这个阴谋论，但摩根为什么临时取消首航的行程呢？据说他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决定去法国的艾克斯莱班找情妇泡温泉。另一种说法呢是赶在法国禁止古董艺术品出口美国的法令实施前呢，要亲自督军把东西运出法国，事后呢可能再找情妇泡温泉轻松一下。不过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接下来罗斯他们要上船的时候，看到许多3等舱的乘客在排队接受健康检查，这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呢，是根据1907年美国移民法的一项要求。如果3等舱乘客有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拒绝他们入境，而白星航运呢，将负责将那些人再返回英国。那么为了避免发生这种状况呢，这就要求那些没有通过健康检查的乘客都不能登船。这个场景估计大家还有印象，杰克和法布里奇赢了船票，进入机舱甲板寻找自己的房间。走廊上出现了亚裔男子和留胡子的中东男子。在 G60 客房里，杰克和一位北欧脸孔的室友打招呼。基层甲板是泰坦尼克号位置最低、房间票价最便宜的甲板。当时船上有许多3等舱乘客来自黎巴嫩、叙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有8名中国人。后来呢，有媒体做了调查，他们是来自中国广东的人。登记的身份是水手，做的是船上最辛苦的烧锅炉的工作。最后呢，这8个人当中有6个人生还。后来这6个人受到了指责，被污蔑成化妆成了女人，所以才得以逃生。不过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这个话题不在我们今天的故事范围，以后呢我们再找机会专门介绍。好了，我们继续。电影中玛格丽特·布朗在法国色堡上船的。老罗斯向观众介绍，玛格丽特的老公在西部发现金矿，成了暴发户。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4月10号傍晚，泰坦尼克号因为体积巨大，进不了法国的港口，所以呢，由渡轮接备乘客。玛格丽特就是在这里上船的。电影如实呈现了这个场景。玛格丽特呢，曾经当过拨烟的女工，她老公原本也是穷小子，后来设计出采矿技巧致富了，他们家呢成了矿业富豪。玛格丽特也成了社交名媛和慈善家。电影里工人在机房中铲煤生火，这个场景就像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真实的情况可能还要更糟。实际上在泰坦尼克号的航行中呢，锅炉房的温度通常超过摄氏49度，高温难耐，光线很少，充满了煤尘。生火员呢是泰坦尼克号上最糟的工作了，他们的薪资最低，在当时所有的海上职业中属于平均自杀率最高的工种。我们接着往下看，杰克等人在围楼甲板闲聊，认识了另一位乘客汤米。真实的泰坦尼克号呢，这层甲板是3等舱乘客主要的室外公共空间之一。贫穷乘客在船上要享受到最佳的视野，就只能来到这里了。听起来好像很差，不过当时呢，绝大部分的航运公司的船呢都没有3等舱的室外空间，而且不能自由活动，没有供应3餐，所有人都要打通铺睡。所以呢，泰坦尼克号对当时的穷人来说简直是梦幻的皇宫。这时候我们看到罗斯和总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讨论救生艇数量不足。安德鲁斯表示呢，因为有人认为会影响甲板的美观，所以加挂计划没被采用。
真实的历史中，泰坦尼克号的20艘救生艇确实只能载上大约一半的人，但事实上呢，还比英国航运法规的16艘多带了4艘。当时呢，大西洋的航线非常繁忙，而且呢，大家都装着电报机，要讨救援一定有船，所以英国人认为呢，救生艇是用来运送而不是避难。然而，安德鲁斯确实计划要挂46艘救生艇，不过呢，被造船厂老板威廉·培里子爵驳回了。白星航运也认为呢，大量的救生艇会阻挡乘客欣赏海景，而且还会影响整艘船的美感。下面这个情节中，阿尔富·查尔斯·莱托勒和船长爱德华·史密斯谈论从没见过的平静海面，简直像个池塘。这其实呢，是给后面的灾难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个和历史吻合。在灾难发生后呢，乘客杰克·塞耶的回忆录中写道呢，我常坐船渡海，但我从来没见过比当天更平滑的海洋，它就像池塘一样纯净无邪，让这艘大船静静地掠过它。这里呢，涉及到一个1000多年以来在北大西洋活动的水手们的航海常识，那就是如果海面突然转变为平滑如镜，这就代表船只上风处极可能有较厚的流冰群，甚至有冰山。我们再来看电影中这个画面，那就是杰克给罗斯画素描，在画完素描后，杰克来到头等套房的私人走廊看海，然后搓着手回头告诉罗斯变冷了。真实的情况也是这样。4月14号17点35分左右呢，阿尔富查尔斯莱托勒注意到日落之后气温急剧下降，18点35分气温来到了0度，而20点55分船长在剑桥跟莱托勒讨论天气很冷。许多生还者呢一致作证了，说当晚气温突然变得非常寒冷。这是由于泰坦尼克号从墨西哥湾流的暖空气中呢驶入到了冰冷的拉布拉多洋流，冰山就是随着这股洋流南下。接下来也是一个伏笔，阿尔富查尔斯莱托勒和依附威廉默多克交接，两人说道：瞭望员望远镜找到没？回答说从南安普敦就没看见过。真实的情况是，阿尔富查尔斯莱托勒当天从晚上6点值班到10点，然后呢交接给依附威廉默多克。由于泰坦尼克号出航前呢，在南安普敦临时将奥林匹克号的大副调过来，因此呢，保管望远镜的阿尔富戴维布莱尔被挤出了首航团队，匆忙卸职下船。那离开之前呢，没有向任何人提到望远镜的位置，而且呢，不小心还带走了望远镜的储物柜的钥匙。这就使得瞭望员全程都没有望远镜可以用。而在2018年，这把钥匙还以约合115万元人民币拍卖给了收藏家。接下来悲剧就发生了，等瞭望员凭借肉眼发现正前方的冰山，已经为时已晚。他立即通知剑桥依附威廉默多克紧急下令左转并反转发动机，但仍旧闪避不及擦撞，船舱猛烈进水。真实的历史记载是，瞭望员范德瑞克·弗莱特在正前方看见一座冰山，他摇响了3次瞭望台的警钟，并且打电话通知剑桥。弗莱特发问：有人在吗？接电话的六副詹姆斯·穆迪响应：有，你看到什么了？弗莱特报告：冰山就在正前方。穆迪致谢后向值班中的依附威廉默多克报告此事。威廉默多克立刻命令舵手罗伯特·希勤斯右满舵，船以擦撞的方式冲向冰山，沿着右舷在水面下大约接触了7秒。冰山撞破了船体的钢板，让海水涌进入口。由于碰撞，从冰山上部剥离出的一些冰块掉落在了警卫的甲板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呢，就是当年导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冰山。这座冰山呢，是1912年4月15号上午阿达贝尔特王子号邮轮的乘务长拍摄到的。当时呢，距离泰坦尼克号沉没地点以南仅几英里。当时这位乘务长还没有听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引起他注意的是呢，沿着冰山底部有一抹红色油漆，这表明冰山在之前12个小时的某个时候曾与一艘船相撞。也有其他说法指出呢，泰坦尼克号撞击的附近有几座冰山。电影中撞上冰山时，在房间检查蓝图的托马斯·安德鲁斯感觉有震动，
并望向天花板的吊灯。而实际上发生碰撞时，托马斯·安德鲁斯正在他的 A36 特等客房内摊开蓝图并整理他的笔记。不过呢，事实上安德鲁斯当时没有发觉到震动，是船长派人到房间召见他时才知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接下来的电影场景，一位女乘客走出房间，向走廊上的服务员询问震动原因。那个服务员回答，螺旋桨片掉了，所以会有震动。实际上在发生碰撞时，头等餐厅的服务员注意到一阵颤动，他们误认为呢，这可能是船尾螺旋桨叶片掉落造成的。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走廊上布鲁斯·伊斯梅穿着睡衣走出来，这是基于3副赫伯特·比特曼的证词。我把5号救生艇降到了小艇甲板轨道上，有个穿着睡衣的男人说，我们最好让它满载女人和小孩。我说，我等待船长的命令。他回答说，很好，或类似的话。然后根据自己的印象判断，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是伊斯梅先生。这时候甲板上有一群乘客踢着冰块嬉闹取乐。真实的情况呢，差不多。在服务员们开始强制命令乘客穿上他们的救生衣后呢，许多乘客将这个命令当作玩笑。电影中，当托马斯·安德鲁斯和船长、船夫们以及布鲁斯·伊斯梅讨论受损情形后呢，宣布了泰坦尼克号将在1到2个小时内沉没的事实。现实中，泰坦尼克号是开放式的水密隔舱，并未在顶部密封。一旦前5个舱室被淹，海水就能藉由船首的倾斜角度越过防水舱壁，就像制冰盒溢出的水那样，不断地往后淹没。托马斯·安德鲁呢，身为最熟悉这艘船的人，他深知泰坦尼克号注定会沉了。他依据进水速度估计，船能维持漂浮的时间只剩1小时，最多2个小时。他强调这是一个数字确定性。然后我们看到小艇甲板上，大副亨利·威尔德告诉托马斯·安德鲁斯，乘客嫌外头又吵又冷，都进去了。当年真实的情况是，为了避免海水触及后爆炸，所有的锅炉呢正排出高压蒸汽，所以呢通过阀门和烟囱放出了巨大的噪声，几乎盖掉人们说话的声音了。而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回忆呢，无论你叫得再大声，别人一个字也听不进。乘客劳伦斯·贝斯利将这种声音描述为一种刺耳、震耳欲聋的轰隆巨响，让对话变得很困难。所以当时很多乘客都躲进休息室、吸烟室或者健身房，不愿出来。另外一些人呢，就因为室外气温骤降，宁愿待在温暖的房间里。电影中到了室内，托马斯·安德鲁斯看见乘客们依旧谈笑，音乐家们演奏着，服务员依然在供应酒水。可在当时，真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乘客和船员都相信泰坦尼克号是不沉之船，撞到冰山只需要维修。有些人还相信船只是掉漆而已，所以他们一开始很抗拒逃生指示，加上烟囱噪音和寒冷，更愿意待在室内。乘客杰克塞耶回忆道，没人联想到任何严重事故，这是一艘不沉之船。电影中，电报员哈罗德·布莱德告诉船长，科尔8000号邮轮正以全速赶来，可以在4个小时后到达。真相是，电报员哈罗德·布莱德确实到过剑桥，告知船长这个消息。当时收到求救电报的船中呢，只有科尔8000是距离最近，而且没有被浮冰困住的船。但是呢，这艘船的船速比泰坦尼克号慢很多，即使船长阿瑟·罗斯特隆下令发动机全力运转，关闭船上所有的加热设备，也要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才能抵达事故现场。除此之外呢，科尔8000号是掉头全速冲进浮冰区，冒着自己也会撞冰山的风险去救泰坦尼克号的。最后呢，科尔8000号于泰坦尼克号沉没后2个小时救出了705名幸存者。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科尔8000号。1918年7月，这艘船在爱尔兰海岸遭德国海军 U55号潜艇发射鱼雷被击沉。接下来的场景与史实相符，那就是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吼着问船长要不要让妇女和孩童先上船，但船长神情有些恍惚。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后来回忆说，他注意到船长在剑桥边神情恍惚地望着大海。他回忆，我当时吼着嗓子说，我们最好先把女人和孩子放进船里，对吧，长官？
他听到我在讲话后，只是点头做了答复。二夫因为撞上冰山时在休班，所以呢，他连衬衫都来不及穿，里面还穿着深蓝色的毛衣，这在电影里忠实地呈现了。